比特币超长期持有者还没有卖出吗？比特币在哪些价位的持有者非常坚定？比特币现货 ETF 昨天流入了史上第5多的资金，该如何看待？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从比特币目前卖出的持有者，我们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从6万多一直到10万多这个区间卖出比特币的持有者呢，大多都在1年以内。虽然说他们已经不属于短期持有者了，通常我们定义短期持有者有可能是在1个月到3个月内，那这种就是新进市场的人。不过这些人呢，虽然卖出了比特币，他们持有比特币的时间在6个月到1年。我们可以往前复盘如果他们可以持有比特币6个月到1年，基本上他们都会是获利的，所以他们其实已经从比特币的市场上面获利了，也卖出了。不过我们可以观察这些比特币2年、3年，甚至3年、5年以上的持有者呢，他们在最近确实有卖出，但是比例并不高。我认为呢，如果我们到了真正顶峰的时候这些真正长期的持有者，2年、3年的、3年、5年的持有者，他们的比例呢才会提高那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从6万一直到10万左右这个区间虽然有人卖出，但是这些很长期的持有者，持有2年以上的这一群比特币的信仰者呢，他们目前还没有卖出那就可见呢，这一群人在等待的其实是更高的价位。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数据来去观察，目前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比特币的持有者从市场上面套取利润，也就是把比特币给卖出了。我们可以发现呢，套取最多利润的持有者，大多都是持有比特币6个月到1年。你可以发现他们光是2024年的11月就已经从市场上面套取了273亿美金的利润，而持有时间更长的人呢，比如说1年、2年、2年、3年，他们所套取的利润其实还远不如6个月到1年的那就可见这些更长期的持有者，也就是1年以上的这些持有者呢，他们有套利润但还并不多。那可见他们期待的其实是更高一点的价位。我们还可以观察呢，我们在目前比特币所走过的价位当中哪些筹码他们是安定的，他们被持有了很久以及有多少筹码在这个地方做了累积。你可以观察呢，我们最坚定的筹码基本上是在2万到5万的区间这些2万到5万区间的筹码呢，他们基本上都被拿了1年以上，大约都是1年到3年甚至5年左右这样子的区间那通常你可以持有比特币1年到5年以上呢，那你就是非常坚定的筹码如果说价格即使再回到这种地方他们也绝对不会轻易卖出，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在2万到5万的这个区间呢，进行了非常多次的震荡来回的测试。如果他们会出手脱手他们的比特币的话，他们早就会出手了。所以这个价位呢，我认为就是非常坚定的筹码。我们还可以再观察我们在6万到7万左右的筹码呢，基本上持有者很多他持有筹码的时间也都非常久很多也都在1年以上比较少的呢，它确实有3到6个月的区间也是有的。不过我们有过半的这种筹码，它大多都是1年以上的所以我也会认为呢，我们在6、7万所累积的这一群筹码，它也是很坚定的。那如果我们相对于我们当前，也就是在9万多、10万左右的区间呢，这一群人的持有者，他们持有筹码的时间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落在1个月以内那通常如果你持有比特币是1个月以内那这些筹码呢就还没有被经历过测试那像我们这波回调呢，我相信就会有非常多新入手比特币的人他们就会被洗出场。那这绝对是好事因为只有当市场上面留下来的筹码呢，它比较不容易被移动，它是安定的筹码，那我们后续的市场才会有很不错的上涨。那我也会认为我们这一波的调整，即使我们经历了比较大的调整你说要去动到我们之前6万到7万左右这个区间的筹码，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持有的时间其实已经很久了，我们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测试，那他们就是测试过后所剩下的筹码那当我们的价格脱离之后呢，其实这个区间就比较不需要去再做测试了。但是我们9万、10万的区间呢，我们测试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就会有很多人被洗出场。那这也是我认为我们这一次的震荡还有回调它的
区间呢会被控制在至少会在8万多以上的最主要原因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呢，8万多以上的筹码它才会变得比较不安定，才会需要更多的测试。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因为如果你赚钱这些币你可以直接提走，你原本入金的钱呢，你也可以全部直接提走好，那我们再来观察我们在昨天呢，也就是1月3号的时候，我们流入了史上第5多的资金，单日我们光一天就流入了9亿0800万美金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相当夸张的。因为毕竟我们 ETF 其实从上线以来呢，我们也有1年的数据可以回测那9亿呢，已经是我们这1年以来我们过去出现过这么多流入、这么多的涨幅。我们昨天的流入量居然可以排在历史上的第5多，那你就可以清楚这有多么的夸张我们用一个比较视觉化的图表，我们把过往的历史给全部摊开，我相信会让大家有更清楚的了解你可以发现呢，这是我们过去1年的数据我们在昨天的流入量真的是历史上第5高我们过去呢有流入在10亿美金以上的天数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大概就只有4天左右所以我们9亿其实已经可以排到第5了。那你也可以观察，我们基本上呢 ETF 的流入跟行情呢是有非常非常高的相关性的。我们在前几天的回调过程呢，我们的盘面呢ETF 就进行了很大的流出。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波的流入呢，其实真的非常有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这一波的流出潮就已经被结束了。那我们要验证呢，还需要等待接下来几天会是关键。如果接下来几天呢，我们依然有非常狂暴的流入，而且是连续的，那我认为我们下一波多头就要来临了，我们这一波的调整呢就已经结束了。而且各位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这一波的调整当中，市场的资金尤其是 ETF 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像我们在比特币上面呢，资金还是流出不少的，可是以太坊虽然说也是面临回调，但是我们流出的资金呢，其实并没有到很夸张。在这几天呢，或许有几天流出，但流出的资金并没有像比特币的比例来得这么高。好，我们还可以观察呢，其实我们在前一阵子资金的偏好呢，其实绝对不是以太坊像以太坊的话，我们是从7月就已经开始上市了，我们基本上是一直要到11月初，我们才开始出现明显的资金流入，也就是我们从7月到11月之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波动的。别说流入了，连成交量连一点热度也没有可是我们在当时呢，比特币其实 ETF 的整个市场是非常的活跃的，我们一直从7月到11月呢，你看都有非常多的流入潮当时比特币一天都还可以流入4-5亿美金可是以太坊它却没有什么波动，没有什么交易量那当然流入流出更不用说了，就几乎是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此处呢，资金的偏好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在最近的一小段时间呢，你也可以发现以太坊它渐渐的开始强势起来了，很有可能就会为我们之后以太坊的暴涨呢，就算是一个前奏曲。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盘面从盘面来看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很确定性的 K 线通常我们在上涨的初期我们会有一根很明显的需求柱也就是我们拿前面做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像之前这种上涨的这种突破那就代表说我们的行情已经确定被开启了，也确定我们把一个重要的区间给突破掉当时是突破了前高点74000，我们出现了实体部分非常长的 K 线，而且量能也很大那我认为我们在此处呢，如果我们结束了震荡，我们也会出现这种确定性的 K 线那如果出现了，我们这波调整呢就可以正式宣告结束，我们开启我们下一波的上涨。那目前其实盘面还算是不是到非常强劲你看我们的 K 线呢，其实也是很短小，然后量能也不够，所以从盘面上我认为还不能确定但是呢，从价位上，如果我们可以重新站稳回10万的话，我们在10万上方呢所堆积的量能就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回10万，我相信我们的调整呢就可以宣告是完全结束然后下一波的上涨呢就会很快的开启。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在我们这一段上涨还算是比比特币强势一点点。
我们可以观察过去就可以发现其实在3500、3600左右的互换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现在呢又回到这个互换之上了，你可以看到呢3500、3600的这个位置曾经扮演过了主力的角色，然后后面呢有扮演过很多次支撑，都非常的显著那我们现在经历了回调又重新站回到原本的支撑上方了。虽然说还没有确定性的 K 线出现，不过已经站稳回了原本的区间上了，这绝对是好现象我相信只要等待我们确定的 K 线出现，还有我们的 ETF 确定有连续流入，那我们这波回调呢就可以去宣告结束，然后开启我们下一段的上涨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